青年人口聚集在像江油这样的4线城市、5线城市，大量的聚集。这些人在4、5线城市虽然是老家，但是回到乡村是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盘踞在江油这样的4、5线城市，离老家不远的城中村里边，找工作又找不着。这个中国的传统治理结构，跟你们讲，上下5000年啊。如果说从先秦开始有我们这个目前的这种模式的话啊，就是这个大一统模式的话，一直到可以说是一直到民国时代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中国的中央政府它的治理是不下县的。什么叫不下县？是上县吗？不是，是不下到县级以下的。中央政府的实际管理拿国家皇粮的这些官员，实际上就是他最低层的就是9品芝麻官，就是县官，再往下县官往下乡村是没有治理结构的。因为我们的儒家文化编户齐民，不需要治理乡村，乡村由儒家文化结构自行治理。有的人就会说对，是地主阶级。这个东西你别听共产党胡呲呲地主不一定有权利地主就像今天的中国企业家一样，他是权贵阶层，但是呢，他可不一定是治理国家的这个网格他这不在里边，不能划等价性。当然，往往宗族豪强有很多的土地，但是不一定反过来成立的。真正的状态是中国的乡村是由儒家的这些宗族势力社会凝结核进行自我管制。换句话说，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男的管女的，爸爸管儿子，宗族长老管爸爸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封建治理结构。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源头，非常的稳定。所以几千年来秦汉唐宋元明清都没有，包括民国都没有必要把基层行政组织设到村，甚至设到这个村级别以下大队去，没有必要所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需要，他们管得非常好这你别看这个编户齐民、两脚羊、费拉社会但是这样剃度下来之后非常好他的这些宗族社会的这种2元模式的管理，就是县以上是有官员体系的，县以下是由江湖武打宗族势力的，使得我们中国文化出现了很多奇葩现象。比如说，我们中国人世界上最怂的人我也是中国人，最怂的人，武德最差的人不是武德充沛，但是中国的武侠文化又是最先进的、最发达的。武侠动不动就武打，而且还真有这样的组织，并不是凭空产生的。比如说少林寺跟李连杰那少林寺没关系真正牛逼的少林寺就是金庸出现之前的少林寺，人家这个牛逼武打的实际上是由南少林就是福建那边的少林寺，他厉害。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很多反清复明的黑社会、江湖会道门组织构成我们这个县级以下管理的这个体系里边，大部分都是由所谓的少林寺禅宗传递出来的。比如说三合会洪门，你往上倒根儿洪门大家都知道黑社会，三合会那不用说了，有组织犯罪及三合会调查科。那么三合会和洪门的根儿是哪儿呢？就是少林五祖。那个少林五祖不是河南少林，是南少林。少林五祖也就是禅宗少林。那么这是广东一带，广东福建一带。那么从浙江一带呢，江浙一带呢，山西一带呢包括潮汕文化呢，都有什么呢？都有台会组织如果你是搞经济，当然知道台会是什么意思。台会就是建立在宗族的基础之上的，它得有强大的宗族势力，它才有台会的可能。台会就是后来我们改革开放之后台会大行其道就是有什么赚钱的买卖福建人呀、温州人就会形成台会，又叫标会，各地不同，但内容是一样的。这七大姑八大姨宗族势力之内，由宗族长老指定一个大家信任的人去负责把大家的钱凑在一起，这就叫台会，又叫标会。这个就是我们
中国古典的县级以下自我治理的这么一个结构，包括三合会、洪门、天地会，乡间的经济行为的台会，都是自我治理的，而且很有效啊！什么淫人妻女者斩，什么兄弟落难见死不救者斩，然后兄弟父母去世无钱买棺材，借钱不借者不接电话者斩啊，不一定斩啊，就是啊，什么36棍啊，这是什么单股托天叉，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社会治理结构，非常行之有效。我记得有这么一个笑话，就是贵州有个军阀，他非常接地气，他去贵州当县官啊，之前的县官总是管理不好，他去了。他去了之后管理的特别好，为什么呢？之前的县官为什么管理不好呢？因为这一路的所谓的这些山寨的债主啊，都他妈的开会的时候人模狗样的，开会一关，劫道去，他就把他们都叫过来，对着关二爷的像，菩萨像发誓，佛像、神像、菩萨像前发誓，你不贪污，他们不敢发誓。啊，因为中国的这些封建会道门啊，包括这些乡村治理结构，它都是伴随着这种萨满迷信的。它比如说今天还有，比如说你在台湾啊，今天还有，台湾没破坏这些东西，你跟台湾人签合同，他未必遵守，啊，他可能骗你，但是你跟台湾人在妈祖面前起誓，我跟你说，你要骗我，你在妈祖面前起誓。让你他妈的三姑六表舅全死啊！让你合家产，你敢不敢？他不敢啊！他不在妈祖面前发誓，但他可以在法官面前胡说八道的。这就是中国古典治理。中国古典治理呢，距离民主有多远？他不用说了。那么中国到1949年共产党成立以后，把这些我刚才说这些全部叫什么牛鬼蛇神，全部打死杀光，没有了。中国大陆形成什么治理结构呢？形成了新的治理结构，就是毛泽东的人民公社治理结构。人民公社最初的建立是中国5000年历史，号称5000年历史来第一次乡村出现了政权组织。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这么牛逼？我跟你们讲，为什么你得服中国共产党？虽然你要推翻他，虽然他在压迫强奸大家，但是我们的对手你要尊重啊，给予对手起码的尊重和了解。中国共产党中国有史以来在村镇以下设立政权机构的是从毛泽东开始的，之前没有。毛泽东把每一个村、每一个寨、每一个乡、每一个大队都组织起来了，每个生产队都组织起来了。最初是通过杀人的方式，把所谓的地主啊、富农啊、什么反革命啊、坏分子啊，就是我刚才说的宗族势力，全部杀光了。有百分比的，城市1%到5%，农村也差不多1%到2%，全部杀光。所以后来你就没见着地主嘛，就是年轻的中国人长大了没见过地主，地主是存在在书本里的，没有见过活的地主啊。那么这个生态位都被基本上都是杀光，没杀的跑到香港、台湾。那么会道门杀光，基层宗族。连根拔掉以后建立起来的这个过渡性的政府，就是由农村的二流子啊，就是所谓的革命积极分子。大家知道，1949年解放前后土改的时候，那些积极分子往往是村里边的恶霸，或者是村里边的恶霸都算不上，属于他们不入流的阿 Q 啊，二流子加军转干部啊，军队转移到地方的一些干部啊。那么军队的战斗力，虽然不是很强啊，共产党的军队战斗力虽然不强，但是共产党的军队呢，有西藏喇嘛庙的作用，就是共产党的军队是个学校，只要当了兵啊，天天他妈的学那个共产主义那一套，学完了之后，政治学习结束之后，往往给你派到一个地方去当官去，一转业啊，在1940几年、1950几年一转业就到地方当领导去了。所以以至于解放军挺进大西南的时候，大西南大量的人去参军的唯一目的就是转业，因为从此摇身一变就可以当官了。也是1979年之前，农家费拉农民子弟一个翻身做主人、改变人生的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参军。你不参军，你就是费拉两脚羊。一参军，到了那个无产阶级大学校。
当了几年兵，一提干再回乡转业，你至少是村长、书记，弄不好还是乡长。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啊，你们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到1979年以行之有效建立起来的基层组织，非常有效。中国5000年历史第一有效。为什么？1960年饿死人都闹不起来，为什么？基干民兵不饿，在门口守着，你他妈跑，有史以来第一次无法出门逃难。这老毛的厉害啊！几千万人，真的是几千万人饿死啊！这个数字不带夸张的，上千万人饿死是肯定有的啊！四川、河北、河南，这都是重要的饿死人的地方。饿死人出不了村逃难，你见不着逃难群众。你看这个共产党厉害不厉害？然后到了1979年，不用说了，整个系统崩坏啊！毛主席弄完了文化大革命，基本上国家也快破产了，怎么办？邓主席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呀。这个时候，无产阶级废拉们觉醒，找不着工作，也当不了干部，大量的小青年、社会失业人口聚集在城市，形成重要的不稳定因素。这个时候呢，改革开放春满地，这些小年轻，你像我小时候经历的这些小年轻，很快就在街头消失了。街头都是斧头帮、菜刀队，消失了。消失干嘛去了？打螺丝去了。做倒爷去了，去深圳进货去。这些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挣到了钱，享受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全球化的红利，使得1979年到今天之前，到习近平登基之前，中国的社会呈现出一种空前的不正常的稳定状态。因为之前的稳定是由高压网格、共产主义网格给它压住的，但是呢，共产主义解体之后，实现裙带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之后，它居然没有乱。为什么？我告诉你，中国老百姓从来没有迁徙的自由，从来没有啊！1949年之后啊，从来没有啊！你想去深圳打工，你以为能去得了吗？你想去上海打工，你如果是个四川江油农民，你想去东莞当农民工，你做梦！你没有介绍信，你连车票，你连线都走不出去，火车站不让你进。到了改革开放春满地，你居然可以自己拿个户口本跑到他妈的派出所办下来身份证，拿了身份证你可以全国各地到处跑，到处住店，这是给了无产阶级废拉从未有过的自由，使他们城市就变成了从被共产党定在农村土地上的妥妥的人肉电池，变成了什么？变成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活动的充满电的锂电池，跑到了厂子里边做厂妹。好了，厂妹一个月赚4000块钱，虽然不多，虽然996，虽然不能去上厕所，虽然要被工长性骚扰，但是呢，至少比在家里务农的时候，一个月挣掉40块钱的时候要舒服多了啊！100倍的收入提升。这是过去的这一段时间。说老王，咱们今天是不是跑题了？你是不是要讲江油？一点没跑题啊！你听我讲，为什么我跟你们讲江油这个事儿，跟无产阶级，跟他妈的什么民主觉醒一点屌关系都没有啊！马上就讲到了。然后呢？然后就是习近平上来了，他切断了全球化。当然这边有习近平，那边有川普，两个人一起剪彩，把全球化的脐带切断了。改革开放再也不能充满地。中国对外出口的这些什么吸纳大量农村劳动人口和新毕业大学生的各种行业，我自己的监控手机打开啊，这些没有了，没了。也就是说，毛泽东固定在农村的千方百计把这些城市青年都骗到乡下去，骗到陕北去挖粪坑，去修厕所，修什么沼气池的这些城市无业青年，千方百计给他们摁到了农村，让他们兴不起风浪，烂在家边沟的这么一个伟大的计划。通过邓小平把这些妖魔鬼怪给他们放回来到了城里给富士康去打工。结果到了习近平时代，这些妖魔鬼怪又他妈没地儿去了。
习近平想把他们放回到深山老林里啊，派出了李子柒啊，派出了什么养猪的、养猪鼠的，但是没有用啊，没有用。当见过了大世面啊，见过了钱的农村的年轻人回到本乡本土的时候，他们很快发现李子柒全中国只有一个。你养猪的结果就是把你从深圳带回家的那几万块钱存款都造了。所以大量的无产阶级青年人口聚集在像江油这样的4线城市、5线城市，大量的聚集。这些人在4、5线城市虽然是老家，但是回到乡村是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盘踞在江油这样的4、5线城市，离老家不远的城中村里边，找工作又找不着，送快递呀、送外卖呀，或者3天打鱼2天晒网，好在生活成本足够低。这些人才是包括刚毕业的大学生啊，那个地方也有大学呢，和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因为即将毕业的学弟学妹们看着师哥师姐们混的那个日子，也知道自己不行了，所以这些人才是江油街上的主力。真正冲上街根本不是什么的民主自由派，而是这些无产阶级男人，青年的男人高呼毛主席万岁，而女人，上岁数的女人下跪撒泼打滚，这呈现出无产阶级革命的街头革命的典型特征。这是一种典型的4线城市的赞米亚暴动。赞米亚暴动和民主简直是地球的2个极，其距离之远就这么讲吧。看过台湾，我老喜欢用台湾那个电影台湾那个大片叫《赛德克巴莱》。赛德克民族，山地民族非常的原始他们也是山地赞米亚，但是他们武德很充沛，还没有完成编户齐民。这些赞米亚冲下山来，出草日本军官和冲到日本小学校开运动会的小学校去出草日本小朋友的时候，他们这一场暴动距离民主有多远，距离法治有多远？江油人民的那个喊着毛主席万岁，唱着义勇军进行曲的人民，就离民主和法治有同样的距离。真相就这么扎心呀！如果说民主，如果说法治是社会高度进化出来的这种议会的这样的一种商量协商体制，这是一个右派极地球的右翼极端的话，那么我告诉你，左翼的极端就是暴民冲上街头，杀光所有的皇帝，高唱国际歌。这是有历史传统的，从法国开始其实没有停下来。所以你看暴动人民的成色，你就知道这一场革命实际上更接近于共产主义革命。它之所以没有变成纯的共产主义革命，有2个原因。第一，他们不会唱国际歌，因为他们的教育比较的落后他们收到的教育比较落后，他们小的时候学习也不好否则的话他们怎么去江油上大学？所以呢，他们不会唱国际歌，他们只会唱国歌国歌必须学会了。那众志成城的时候，他们就唱了国歌不会唱国际歌那如果他们会唱国际歌，他们会首先选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比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更能体会他们此时此刻的心情。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那真理而斗争。这就是国际歌，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要得到我们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你想想，这是不是江油人民的心声那这个东西跟民主法治自由它不是另一个极端吗？所以你们不要激动了你们这帮想搞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海外反贼们你们他妈激动搞错方向了。它是毛主席时代带过来的这种红色记忆
啊，老年的江油人，老人们在喊毛主席万岁。我看了，他们在喊毛主席万岁。他们说毛主席的时代没有，他们的脑子昏聩，脑子糊涂啊？为什么呢？因为毛主席时代的时候，大家一样的穷，而不是大家一样的富，这是此其一。其二，毛主席时代啊，过去，校园霸凌更加的严重。那个不是校园霸凌啊，毛主席时代13、14岁中学生之间的斗争，不是几个小姑娘啊烫着发、染着美甲，用自己的秀拳、秀腿、秀手、秀掌打对方几个逼斗。毛主席时代，四川江油一带啊，那个地方离重庆不远，离绵阳也很近，那个地方的中学生们是可以组织起来，手持冲锋枪、梭镖、头戴草编钢盔的红卫兵战斗队的。也就是说，他们之间的霸凌是以战争的形式存在的，都是小孩啊！不要以为他妈的红卫兵岁数有多大呀，红卫兵的岁数跟霸凌彼此的那14、15岁的小女孩差不多大的同龄人呢。毛主席的时代是这样霸凌的，是冲锋枪嘟嘟过去，冲锋枪嘟嘟回来，拿着红宝书喊毛主席万岁，双方都在喊毛主席万岁。你是保皇派，你才是保皇派，然后你是造反派，你是保皇派，这就砸烂你的狗头。打开军工厂，打开兵工厂，打开解放军军械库，就干这个啊！这是毛主席时代的霸凌。老太太们、老头们忘了，老太太们、老头了为什么觉得那个时候特别好啊？你像我爸就是，他就觉得毛主席时候好，为什么因为他分不清楚是自己的身体好，还是那个时候社会制度好。那个时候他们17、18岁、25、26岁，他们身体非常强壮，没有浑身的病痛啊，充满了朝气，所以他们以为那个原因啊，我浑身不疼，吃什么都香，睡他妈什么东西都比现在睡席梦思还爽。他们把那个身体生理的这种健康联想到了社会制度。所以他们喊毛主席万岁，唱起红歌来不遗余力。那他们唱的不是毛主席时代的社会制度，而是唱的是他们本身身体的青年记忆。所以真正的中国的民主任重道远。你想想一个偶然的事件，很多人说啊，老王你是不是太悲观了？你不要忘记天下未乱属先乱，天下已治属未治啊！自古以来，尤其是大清王，不都是四川保路运动吗？那你多新鲜！你能跟大清比？你配吗？大清有网格吗？大清有大数据吗？大清那个时候，李鸿章死了，老佛爷死了，慈禧也死了，朝中没人了，能人都死了。你今天死了吗？今天我看他们还都挺厉害的呀。大清摇摇欲坠，外有孙中山忽悠，搞他妈的武装暴动，打县政府。你现在有吗？有孙中山这样的人，每个城市的去融资，然后组织敢死队去炸县政府，有吗？那有袁世凯练新军，配合孙中山武装革命。现在的袁世凯在哪儿呢？所以你不要急，而且那个时候保路运动，那时候洋人在国内是可以修铁路的，你还有个说理的地方。现在洋人在国内出现，都只能是唱红歌，所以你还好意思跟大清比？所以你比不了。说哎，那我怀仁堂政变的怀仁堂政变是因为国家到了崩溃的边缘，党内一条心，不改的话，共产党全完了，所以民心所向。你今天我怎么看不见？怀仁堂时代的民心所向啊，没有啊。所以你再看江油的具体的事儿啊，就是几个小女孩打了一个小女孩，两个主犯，一个叫刘某甲，一个叫彭某某，这俩刚刚超过14岁，治安拘留。警方通报说准备送往专门学校进行行为矫治。还有一个主犯刘某乙，应该是刘某甲的妹妹吧，因为他叫刘某乙嘛，13岁，未到14岁。还有几个他动手了，但是他未到14岁。还有几个只围观起哄啊，撑场面，没动手的
这些人呢，包括刘毛乙呢，叫批评教育。平心而论啊，我觉得这个事儿处理得很好啊。我虽然不是共产党，但是我觉得共产党这件事儿啊，就刘某甲、刘某乙和这个彭某某，然后分年龄14岁以上去矫正学校，14岁以下批评教育，不错呀。加拿大可能都未必这么好。加拿大和美国的校园霸凌很厉害的，你们随便翻墙出来，你们看看美国，美国有个地方叫俄克拉荷马，你们看看那个黑人学校里边黑人小孩的校园霸凌，那他妈惊心动魄，仅次于红卫兵武斗，所以还不错呀。我们小时候的霸凌比这个，我看了那个 video 了，是挺惨，噼里啪啦在地下摁着在那打，但是第一没用家伙，没用鞋底子。那非常温柔，说别跟我装外国人，我是真外国人，你别跟我装外国人啊。但凡中国上点岁数的30岁以上的，你甭跟我装外国人。我30岁以上的观众，你们扪心自问，你们小时候上初中的时候是怎么校园霸凌的？你们哪一个装逼贩子没见过校园霸凌？我操，我估计北京四中的那没见过，咱们肯定都见过吧？我操，咱们没北京四中八一中学上的，你他妈没见过吗？我们学校呢，那个还是重点，那学校打群架，那是真的有乌鸦的。所以我看陈浩南的那个周星驰那个校园什么校园的那种什么卧底的那一系列啊，校园霸王、校园威龙那一系列，我非常有亲历感。虽然它是香港，我们是山河四省，但是我们也非常有亲历感。真的有乌鸦呀，乌鸦社会大哥。小黄毛骑个自行车，就是给校内的小弟出头的。那彼此之间，小学的时候你给我5毛钱，中学的时候不是为了5毛钱，是为了女朋友，争女孩，或者就是只是你瞅我干啥？你瞅我干啥？我好使啊！你瞅我干啥？那我也好使，我瞅你，我他妈逼打了，你等着，第二天乌鸦就来了。带着社会小青年，我操，那噼里啪啦，那比今天这个惨不忍睹。我记得一幕，就是因为那时候我学习好，不参加他们，但是我学习不好那几个，我操，那几个货，我不知道他们从哪弄来电警棍，真的电警棍，10万伏那种，打蓝光那种，啪啪啪，拿电警棍拼，我操，这校园霸凌，你知道吧？输者呢？用电警棍电的就像猪一样，猪仔叫声，发出猪仔的叫声，然后扔进河里，连人带自行车，带他的那个电警棍没，他的电警棍被缴获了，就被对方缴获。那个时候你要感谢那时候没有手机啊，那个时候要有手机的话，弟兄们，今天这个江油这个校园霸凌啥都不是，我操，就是说像江油这几个霸凌小朋友。居然没用鞋底子！你看东北小女孩抢男朋友，东三省都知道吧？东三省小女孩抢男朋友用不用鞋底子？你们跟我说，14、15岁的小女孩，5、6个人堵一个的时候，用不用鞋底子？会不会脱鞋？直接照脸上抽，你是对吧？7哥小时候直接上燃烧弹，这光棍这不是假的，真的就是真的，那个才是真正的，我操，那是心惊肉跳的，所以。我党在这件事情上，在江油这件事情上，真的处理的没啥毛病。但是为什么这么大的民怨？就是我开始好像跑题那一段，醉翁之意不在酒，江油人民与美国无关，这事儿跟境外势力没关。江油人民没有工作，过得不舒服，而且我告诉你，这不光是一个江油，大量的暂民啊，四线城市都这样。杭州吃屎能吃1个月，不上街是因为杭州还有工作。杭州啊，就是往下降一级还能找着工作。到他妈江油，别说鞋底子棍子都上，对不对？咱们都别装外国人，我操！呵，一看小孩怎么这么残忍啊，这么残暴啊！我们要上街，我娶你吧！你又装外国人是吧？这叫残暴吗？这没出人命呢，还我操！我上学的时候，有那坏小子把小女孩弄到女厕所强暴了的，初二就把女孩强暴了，女孩家里边找学校，然后学校压下去，那肯定是赔钱了吧？压下去，派出所来都没来啊，没人报案呀，因为女孩家长也可能也不敢报案，报案之后女孩名声臭了嘛。
那你不是这中国这太普遍了，所以我跟你们说，江油这样一个城市，典型的一个4线城市，它是绵阳的一个县级市，它的人口非常复杂，它既有山地赞米亚的部落，基本上就是1949年以前还处于半原始状态的。这江油是有着，贵州、江油、重庆都有这样的地区啊，它构成人口的1多半。然后呢，也有垂直管理的龙骑兵企业，比如说它有中石油啊，什么天然气公司啊，这就是龙骑兵管理的，他们的待遇就会非常好。它也有那种破落的3线国企，就是过去的兵工厂啊、钢铁厂，江油也有。他们这些人分布在不同的区域，社会结构、人员构成，甚至口音、生活习惯、平均收入水平是完全不一样的，彼此之间是有严重的歧视链的。这才是一个中国3、4线、4、5线城市的标准切片，江油是这么一个标准切片。四川、重庆、湖南、湖北、广西、云贵这样的标准切片，河南、河北不要太多，安徽。所以江油这个事儿如果不弹压下去，你能想象它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所以境外的人在鼓励啊，站在最安全的地方鼓励江油人上街跟他们拼了，你可别上当，共产党一定会下死手镇压的啊！此其是吧？江油军工企业多吧？而我们读的是市重点，上学照样在带砍刀，随时准备放学拉场子。对呀，我们读的也是重点啊，门口一样有人堵啊。染黄毛的乌鸦们在外边堵啊，今天这个堵那个被打了，明天那个就一定会报仇的，都是这样啊。那么这是学校风云啊，没上过学吗？所以对不对？你别以为美国、日本没有，日本我不知道啊，美国、加拿大是肯定有啊，这都一样的。所以咱们倒过来回说江油。还有人说什么江油的女孩跟就是被打了公安局不立案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女孩的父母是残疾人、聋哑人，而打她的呢，她同班同学呢是什么市领导啊，是公安局领导的孩子。我不看我都知道这不是真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已经完成了社会分化，这个残疾人、聋哑人的这个弱势群体的女孩和公安局局长的市领导的女儿是不可能在一个班上学的，她甚至都不可能是一个学校。江油这个地方，它是绵阳的县级市，但凡有点本事的人，因为中国人都重视教育，一定会把孩子送到绵阳去上高中，上重点中学。如果再有点本事，会送到成都上更好的中学。如果再有点本事，就是温哥华和洛杉矶。你们说是不是？怎么可能？这个阶层的人和这个阶层的人的女孩在一个学校上学呢？你以为你在看电影吗？怎么可能呢？你们给我讲故事，我也不信呀。所以这个已经完成社会阶级分化的地方，怎么可能出现这种？他就是普通的阶级接近的两波孩子在闹起来的。你不要扯那么多，你这不是我替共产党维稳，这是因为它不符合逻辑。我不用去看，我就知道不可能。那江油也不是穷地方，他也有富人吧，也有达官显贵吧。他们达官显贵会让孩子在本地上学吗？在江油上学，在县里上吗？所以我们看来啊，党和政府还是希望息事宁人的，做这个事儿啊，处理的还真的不错。为什么呢？啊，我查了一下法律，说14岁是不是就不能在中国就可以无法无天？还真不是。啊，因为我看警方通报里边有那个什么矫正学校，这怎么回事啊？中国2021年6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